日本人最愛嘅富士山背後隱藏咗一個好大嘅危機，就係隨時都會爆發。富士山爆發就好似日本沉沒呢小說電影嘅一個主題，但係實際上富士山係一個活火山。日本火山專家都24小時咁監察富士山嘅火山活動，除咗係想得到寶貴嘅數據之外，亦都想盡早發現異變，呼籲附近嘅居民避難，拯救性命。住東京嘅居民都唔例外，亦都會受火山爆發嘅影響。唔單止人命，甚至電腦、電器都會受火山灰影響而停頓，發電廠都有可能唔能夠正常運作。冬天嘅富士山山頂積雪睇起嚟好靚，多數嘅人都以為萬一富士山真係會爆發嗰陣時，會喺山頂嘅火山口度噴出熔岩。但係專家研究到，富士山爆發嗰陣時，未必係山頂嘅火山口，可能會遠離山頂，喺距離民居只有2公里嘅地方噴出熔岩。日本深度今次為你介紹富士山爆發嗰陣時會係點樣嘅呢？爆發時會造成乜嘢嘅災害？仲有富士山山坡凸起呢個位究竟係咩嚟嘅呢？上一集日本深度講及東京同埋大阪等大城市未來30年有70% 嘅機會會發生7級以上嘅大地震。專家們用盡所有辦法都唔能夠對地震作出更加準確嘅預測。咁火山爆發又點樣呢？同地震唔同，火山爆發前會有先兆，會發生低周波地震或者火山性微動。聽到呢度，大家可能會覺得火山爆發有先兆喎，就會放心落嚟。等新聞報道嗰陣時，先去準備避難或者取消去日本嘅行程咪得咯。不過地球深，海底針，世事係冇咁容易可以去捉摸。2021年10月，九州熊本縣嘅活火山阿蘇山突然爆發，幸好冇造成人命嘅損失啦。咦，唔係火山爆發有先兆嘅咩？專家又喺度偷懶？當然唔係啦。阿蘇山本身持續係有唔規律嘅火山性微動，喺爆發之前會發生微動啊，但係有微動未必代表一定會爆發。21世紀最新嘅科技同埋理論都冇辦法去搞清楚邊一次微動之後會發生火山爆發，呢個就係所謂嘅火山爆發前嘅先兆。你認為呢個預測有冇意思呢？富士山同阿蘇山都一樣，爆發之前應該會探測得到火山活動，不過幾時爆發就唔能夠準確預測。就算探測到火山活動，都有可能喺幾個鐘頭之後發生爆發，更加有可能因為南海海槽嘅地震而誘發富士山爆發。日本係地震大國啊，但係同時都係火山大國。全世界大約有1500個活火山，其中7%，即係111個，都係集中喺日本嘅。當中有我哋熟悉嘅阿蘇山啦，鹿兒島嘅櫻島御岳火山，當然仲有代表日本嘅富士山啦。或者大家曾經都聽過，所謂活火山就係最近10000年曾經爆發或者係噴煙嘅火山，就算被列入活火山都唔需要特別怕啊。可惜日本活火山嘅情況有啲特別，遍佈日本各地嘅活火山裏邊，其中有10個每年都會發生大大小小嘅爆發。我睇到呢個數據都嚇一跳啊，超出想象之外，完全唔係想象之中嘅10000年或者幾千年先有一次火山活動。喺日本110個活火山非常活躍，其中大概一半50個都要24小時監視，一探測到有異樣，即時要去應變。喺日本最活躍嘅火山可以算係櫻島火山，每年都會爆發，甚至一年爆發幾次。爆發嗰陣時會噴出大量火山灰，爆發嗰幾日居民都盡量唔會外出，之後仲要清理大量嘅火山灰。另外仲有阿蘇山、長野縣嘅御岳山、北海道嘅有珠山，都係經常會發生火山爆發。咁富士山又點樣呢？富士山喺最近300年都冇爆發，甚至冇一啲值得注意嘅微細火山活動。好多人知道富士山近300年都冇爆發過，就會放心落嚟，誤以為有生之年富士山都唔會爆發。可惜現實剛剛相反，因為富士山300年以來都冇爆發，呢個先至係令人最擔心。富士山幾時會爆發？連專家都預測唔到。換一換個講法呢，即係富士山隨時都會爆發。要預測下一次爆發嘅時期，就好似預測地震嗰陣時咁樣，查翻以前爆發嘅記錄就可以作推算。有文字記錄嘅8世紀781年以來，富士山總共爆發咗17次，
最近一次係1707年，喺呢900幾年裏邊，總共爆發咗17次，平均每55年就爆發一次。不過地球冇想象之中咁單純同埋咁守規矩。呢17次裏邊有12次都係88年至到1083年裏邊呢200年裏邊發生。相反，1083年之後爆發嘅就係1511年，相隔超過400年。1707年呢一次係大爆發嚟嘅，之後過咗300年，到而家富士山都仲未再爆發。單憑以往嘅記錄，根本預測唔到下一次幾時會爆發。專家用盡方法去找尋各種嘅資料，文字嘅記錄唔夠嘛，咁就去實地做考察，做地質研究啊。專家發現咗富士山唔係一個尋常嘅火山，表面睇到嘅只係富士山嘅外殼，原來埋喺外殼裏邊嘅係有幾個舊火山。而家我哋睇到嘅富士山係稱為新富士火山，大概1萬年之前形成，喺下面埋藏咗古富士火山、小乳嶽火山同埋先小乳嶽火山，另外仲有愛鷹火山嘅一部分。喺70萬至到20萬年之前，富士山嘅前身係叫小乳嶽火山，發生咗多次嘅火山爆發，佢嘅高度係2400米，比而家嘅富士山係矮足足1000米。我哋而家都可以睇到小乳嶽火山嘅山頂位置就係吉田登山路五合目附近小乳嶽神社嘅旁邊。去到10萬年之前，小乳嶽火山嘅中腹多次爆發，就形成咗古富士火山。古富士火山覆蓋咗原本小乳嶽火山嘅大部分，而古富士火山沉沒咗4000幾年之後，又再開始爆發，最終就形成咗新富士火山，即係而家嘅富士山。喺地質學方面去研究富士山，就發現咗富士山形成嘅過程比較複雜，唔單止爆發周期唔規律，而且爆發嘅火山口亦都唔同，研究結果難以作預測之用。當你知道富士山嘅過去係咁複雜嘅話，就可以理解點解咁難去預測富士山下次幾時會再爆發。外表睇落去好靚嘅富士山，估唔到內裏隱藏咗咁戲劇性嘅過去。除咗上富士山山頂睇日出之外，世界各地嘅遊客都會去周邊嘅富士五湖同埋青木原樹海度玩。呢兩大旅遊景點都係9世紀富士山爆發嗰陣時形成嘅地形嚟。呢次爆發規模龐大，歷史書裏邊都有記載，名為貞觀大噴火。大量熔岩湧出，流向北方嘅森林地帶，一大片森林都被燒為焦土。後來樹木重生，動物開始棲息，喺呢1200年裏邊就形成咗青木原樹海，而家係著名嘅行山同埋露營嘅勝地。樹海亦都喺70年代裏邊受到日劇嘅影響，成為自殺嘅熱點，每年都會發現100幾條自殺嘅屍體。熔岩除咗形成咗青木原樹海之外，更加流入附近一個叫產海嘅湖裏邊，填咗個湖大部分嘅範圍。大大嘅產海被一分為二，成為而家嘅西湖同埋精進湖。熔岩亦都填咗西面嘅本棲湖嘅一部分。原本嘅富士4湖就因為呢次火山爆發，成為富士5湖。可以想象到當時富士山爆發威力係有幾大。如果當時嘅熔岩流向而家嘅城市嘅話，一切都頓然化為烏有。呢300年嘅富士山異常地平靜。富士山嘅外形真係好靚，遠睇山坡好平滑，但係仔細睇一睇，你有冇發覺喺某啲角度睇富士山嗰陣時，山坡上面係一個位突咗出嚟嘅呢？呢一個係咩嚟嘅呢？不如換一換角度喺空中度窺探一下，原來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窿。呢一個唔係一個普通嘅窿，而係富士山嘅火山口。對上一次富士山大爆發嗰陣時，熔岩並唔係喺富士山嘅山頂，而係喺呢一個窿度湧出嚟。日本深度上一集講解日本地震係唔可以預測，當中介紹咗日本2大地震之一嘅南海海潮巨大地震。呢一個地震每90至到150年會發生一次，而喺1707年就發生咗其中一次大地震，叫做寶永大地震。呢一個地震發生咗之後嘅49日，富士山就發生大爆發。日本人會叫呢次大爆發會叫做寶永大噴火。熔岩喺富士山東南面嘅中腹噴出，火山爆發維持咗足足16日。
而造成嘅唔只係一個，而係3個好大嘅火山口。呢3個火山口就稱為寶永火山口。呢一次大爆發形成咗喺旁邊一個小小嘅寶永山，就係我哋睇到富士山山坡上面突出嚟嗰個位。富士山爆發唔單止係幾時爆發唔能夠準確預測，就連喺邊度爆發都預測唔到。比起好多人嘅想象之中，富士山爆發係複雜好多好多。呢次寶永大噴火嘅火山灰乘住偏西風飄到遠離100公里嘅東京，維持咗2個星期。就算喺日頭嗰陣時，東京都漆黑一片。喺東京火山灰堆積嘅厚度最高去到8厘米，令到農作物大受打擊。另外仲有記載小田園嘅農作物嘅產量要用咗足足90年嘅時間，先至能夠回復翻火山爆發之前嘅水準。寶永大噴火係富士山有紀錄以嚟最大規模嘅爆發，對靜岡縣、神奈川縣、千葉縣同埋東京都造成嚴重嘅破壞。不過日本人都係冇因為咁而搬遷，選擇留低並且重建家園，同大地震嗰陣時係一模一樣。發生大地震之後，日本人都係選擇留低。富士山喺唔爆發嗰陣時，確實係為附近帶嚟各種好寶貴嘅天然資源。相信好多人都會以為，如果富士山爆發嗰陣時，會喺山頂嘅火山口噴出熔岩，但係實際上根據專家研究結果，好大嘅範圍都有可能會成為富士山爆發嘅火山口。富士山係位於太平洋板塊、歐亞板塊同埋菲律賓海板塊呢3塊板塊嘅交接點，喺世界上都係比較罕有嘅。富士山嘅地底儲熔岩儲咗300年都冇釋放出嚟，所以先會令到啲專家好擔心，下次富士山爆發嗰陣時，可能比上一次嘅寶永大噴火帶來更大嘅災害。隨時都有可能爆發嘅富士山，其實真係好危險。尤其是每年都有超過30萬人去上富士山，如果一有火山爆發，行山人士未必有地方去避難。如果係一啲經常爆發嘅火山，好似阿蘇山同埋櫻島火山，都設有避難壕以防萬一。2014年長野縣御嶽山爆發嗰陣時，有部分行山人士因為趕得切走入避難壕度避難，逃過一劫。不過喺呢次火山爆發之中，有63人不幸遇難而過身或者失蹤。正正係因為富士山有300年以上都冇爆發過，加上估計唔到邊度會爆發，所以富士山係冇設有任何嘅避難壕，只係有一啲好簡陋嘅山上小屋。萬一上富士山嗰陣時發生爆發嘅話，就避無可避。火山爆發當然會有熔岩流出嚟啦。1200年之前富士山爆發嗰陣時流出嚟嘅熔岩就形成咗青木原樹海，同埋填咗大部分嘅產海。熔岩嘅溫度高達1200度，流過嘅地方必定遭燒焦。富士山附近嘅吉田市、富士宮市、有 shopping mall 嘅御殿場市都有好大機會受到熔岩流嘅破壞。熔岩流動嘅速度唔係太高，除咗老人家同埋行動不便嘅人士之外，都比較容易避開熔岩流。不過火山爆發嗰陣時，有一個極具殲滅性嘅現象，就係火山碎屑流。溫度高達幾百度嘅氣體以超過時速100公里由火山口湧出，如果遇到碎屑流嘅話，一定冇辦法逃避，九死一生。喺1991年九州長崎縣嘅雲仙普賢岳發生火山爆發，當時有43人遇到碎屑流而死亡，亦都有人嚴重燒傷，同埋吸入碎屑流嘅氣體而令到氣管嚴重受創。如果富士山爆發嗰陣時，碎屑流有可能會到達市區。如果火山爆發嗰陣時喺冬天嘅話，碎屑流會將山上嘅積雪溶掉，擁有更加大嘅殺傷力。位於北海道中央嘅十勝岳喺1926年5月發生火山爆發，導致144人死亡。富士山山頂嘅積雪係一個好美麗嘅景色，同時亦都充滿殺傷力。仲有啊，如果火山爆發嗰陣時，可能會噴出直徑幾米嘅火山彈，會造成人命傷亡之外，建築物、車輛都會難逃一劫。Netflix 嘅動畫《東京地震8.0級》裏邊嘅劇情提及到火山有毒氣體，喺不自覺嘅情況底下吸入咗火山有毒氣體，就會即場死亡。喺火山爆發嗰陣時，就算避開咗碎屑流，都唔能夠放心。喺避難嗰陣時，可能有人暫時匿去一啲地形凹咗入去嘅地方度。
火山有毒氣體因為較重，就好容易喺呢啲地方度積聚。如果走去地形凹落去嘅地方度避難嗰陣時，有可能會吸到火山有毒氣體而喪命。最後唔能夠唔提嘅就係火山灰。富士山爆發嗰陣時，火山灰就會隨住偏西風飄去東京。火山灰雖然係細細粒，但係威力亦都唔細。火山灰積聚咗之後，唔單止係要打掃咁簡單，火山灰裏邊係有火山玻璃。如果戴隱形眼鏡嘅話，接觸到火山灰會刮傷眼睛。而另外吸入咗火山灰都會令到氣管造成損傷。火山灰除咗對人體有害之外，對各種機器都會造成破壞。電器、電腦都會發生短路，冷氣亦都唔用得。濾水廠嘅水池積聚咗大量嘅火山灰，會導致食水停頓啦。如果遇着落雨嘅話，戶外嘅變壓器都會發生短路，造成大規模嘅停電。地下水渠亦都會因火山灰而遭堵塞，唔能夠排水，造成水浸。去清除最低限度嘅火山灰都要用幾個星期，期間水電煤、交通好大機會都會完全停頓，冇辦法生活，對經濟造成極大打擊。之前因為熱海發生大規模嘅山泥傾瀉，我喺其他影片都介紹過水浸嘅危機地圖。富士山爆發都有專用嘅危機地圖，而且會因應研究調查結果而去改版。繼2004年同埋2014年改版之後，2021年3月推出咗最新嘅改版。去改版咁多次，就證明咗富士山爆發係有需要認真咁去對待，去提醒居民要做好準備，喺真正發生爆發嗰陣時，盡量減少損失。危機地圖最新版裏面加入咗5600年之前富士山火山活動嘅研究結果，預測有機會爆發嘅火山口由之前嘅40個加到最新嘅252個，無疑喺各個火山口爆發嗰陣時，熔岩流、碎屑流、火山灰等等嘅現象會造成點樣嘅災害。踏入2000年代，2000年北海道嘅有珠山，2011年九州嘅霧島山，2015年喺屋久島旁邊嘅口永良部島火山，仲有2021年熊本縣嘅阿蘇山都發生較大規模嘅火山爆發。2014年長野縣嘅御嶽山爆發之中，仲造成63人死亡嘅慘劇。日本每一刻都受到火山爆發嘅威脅。過往300年都冇爆發嘅富士山嘅地底已經積聚咗大量嘅熔岩，富士山隨時都會爆發。氣象廳喺富士山設置咗超過30個觀測站，專家團同埋大學教授24小時監視富士山嘅火山活動，唔會錯過去捕捉富士山爆發嘅先兆。咁靚嘅富士山，下一次爆發之後，可能變得面目全非。同時亦都令包括東京嘅首都圈造成嚴重嘅人命同埋經濟損失。希望呢個代表日本嘅象徵，唔會成為日本人嘅心理創傷。